这是梵高的向日葵，总价高达2.3亿软币，他的自画像4.2亿，而这幅星空更是被开出了近14个小目标的天价。但这还并不是最令人惊讶的，因为像这样的作品，这个男人已经画出了10万张。这里是深圳一个名叫大芬村的地方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复刻场。仅在2015年，从这里销往全球的世界名画总额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0亿。然而，这些足以让人信以为真的油画，竟全都是由这里数以万计的画工们手绘而成。他们并不是科班出身，有的甚至连高中都没上过。他们带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，散布在大大小小的画室中。赵小勇就是其中之一。1996年，阿勇带着老婆来到这里，一间2室1厅的房子，几台破旧的风扇，再找来小舅子和弟弟，这便有了如今的画室。现在的阿勇俨然已经有了一副大师的风范，但当年他刚创建画室时，连油画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这能让他赚到养家糊口的软妹币。直到现在，随着手艺的愈发精湛，他才发现自己唯独对梵高情有独钟，于是也带着亲戚们专注于梵高的画作。他告诉弟弟，刚刚接到一份荷兰老顾客发来的急单，800多张油画，但必须在40天内按时交付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每天至少要手绘出20幅，而这份订单报价仅在3万左右，客户也只会先付一半，刨去成本和支出，能落入口袋的也只有碎银几两。不过，弟弟听完后却仍然气定神闲，因为在大芬村这种难度大、报酬少的单子，他们早已司空见惯，而让他们仍在坚持的原因也就只有3个字：热爱。大芬村里的画室虽然简陋，但也有着一套严苛的工作流程。忙碌了一上午的梵高们会在画室席地午休，然后由画室师傅阿九按时叫醒。加油加油！哦。他们每个人都只负责画一个局部区域，完成后要经过阿九吹毛求疵的检查，才能交付到下一条生产线。即使有对此不满的画工，在被斥责之后，也都会再默默地捡起画笔，回到工位前继续作画。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态度，可以耍个性，但画作必须精益求精地完成。30天后，阿勇接的订单提前完成，这些画马上就会远渡重洋运往荷兰。就在此时，他的脑海里也突然闪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：到梵高美术馆去看看梵高的真迹，看看梵高当时的那种心情，在他的画里面想去感悟一些东西，以后自己更有自己的一种目标。妻子立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，因为仅凭他们目前的收入，根本就付不起高昂的出国费用。他想不明白阿勇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。而一旁的儿子听说父亲要去荷兰，却立刻说道：没有马内没关系，我可以出1100帮你。虽然他不知道荷兰究竟在哪儿，但他愿意拿出全部的积蓄，帮助父亲实现愿望。面对妻子的阻拦，阿勇没有多说什么，转头便回到屋里埋头作画。但他心中那团想去荷兰的火苗，真的能熄灭吗？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农村大叔，从没学过画画，却带着家人在20年间临摹出了10万张梵高的画作，而且每一张都与原作相差无几。这次赵小勇终于说服了妻子，答应让他去荷兰亲眼看看梵高的真迹。临走之前，阿勇回到农村老家看望奶奶。陈设简陋的老宅里，在奶奶面前还笑容灿烂的阿勇，突然因为触景生情，转头就在镜头前哽咽了起来。他说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母亲只让他读到初中就辍学了，逐梦的翅膀被无情折断，而年幼的他又无力反抗，就只能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憧憬的人生轨道慢慢偏航。也许正是这段梦想被掠夺的经历太过刻骨铭心，所以才有了他今天拼尽一切也要去荷兰圆梦的坚持。阿勇的护照批下来后不久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了飞机。到了荷兰，阿勇贪婪地扫视着这里陌生繁华的街道，走在路上，他也不禁感叹，自己曾画过上百幅荷兰的街道，如今身临其境，才深刻地感受到了梵高画中那种美好与悠然。但最让他意外的是，在这陌生街头，他居然看到了自己的画作。他走近确认后，不停地向大家介绍着，随后才发现这家店竟然还是自己合作多年的老客户所开。联系频繁却从未谋面的俩人亲切地拥抱了一下。随后阿勇小心翼翼拿出了一个话筒，里面是他亲手临摹的梵高画，作为礼物特意带过来送给老朋友。荷兰老板见后开玩笑说， This night I changed this one with the one in the museum and believe me, they don't see the difference.
被捧上天的阿勇进入店里参观后，却突然变得落寞了起来，因为他原本以为这位老板开的是一间画廊，而自己的画作会被挂在富丽堂皇的展厅里供人欣赏，没想到却是被作为纪念品，任客人们挑挑拣拣，廉价出售。拜别客户后，阿勇独自迎着淅沥小雨来到梵高美术馆，他站在了著名的向日葵前，双眼湿润，虔诚地端详着这幅自己模仿过数万次的作品。随着脚步停留在一幅幅真迹面前，阿勇的心情也变得越发的低落，因为他已经看出了临摹与原创之间那道深不见底的鸿沟。当他走出展馆，街边墙上还刚好挂着他临摹的画作，他顿时觉得无比讽刺。同样一幅画，真迹挂在墙上，自己临摹的也在墙上，只不过是一幅挂在厅堂被众人尊崇热爱，而一幅却在风吹雨打的围墙上无人问津。此刻阿勇才真正明白了，自己从未踏入艺术大门半步，他也不禁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到底在哪里。这个大叔用了20年临摹了10万张梵高的画，还花光了所有积蓄去荷兰看梵高的真迹，没想到却只换来了保安的一句灵魂发问。临走之前，赵小勇来到梵高的墓地前，虔诚而肃穆地鞠了3个躬。这段梦幻旅程即将结束，他和朋友们对着这片梵高生前留下过足迹的土地喊出了他的名字。阿勇也在这时做出了一个颠覆一生的决定。回国后，阿勇立刻约了朋友们聚会，他手舞足蹈地向他们描述着自己在荷兰的经历，尤其是自己看到梵高真迹时那种膜拜和震撼，都让他久久不能平复。随后又说到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还是展馆保安一句无心的发问。他说你是画梵高的，你是画了20年了，那你 OK 非常好。他说你有没有你自己的作品？当时我的压力在哪里呢？我就吓回想起来，我自己一幅什么作品都没有，我只是在临摹梵高的画。而朋友却对他说，重要是你自己内心怎么感受，你自己内心怎么去做，怎么去表达你自己，让人家认可你。第二天，阿勇找到了阿九，向他说出了自己准备做原创的想法。阿九听后也很是欣慰，因为如今的市场更加开阔，买家们不再局限于世界名画，那些有个性、符合自己审美的无名画作，同样也可以被人欣赏。阿九的一番话更加坚定了阿勇的想法，他说干就干，马不停蹄的就回到老家，将第一幅原创人物画作献给了自己的奶奶。然后他又来到了一个巷口，明明这条小巷昏暗破烂，但在他的画笔下却变得鲜明温暖，甚至还带了一点童话色彩。也许从这幅画中，我们能窥视出阿勇的内心，那里依旧有一方对生活热爱向往的小天空。回到大芬村，他还为自己的画室创作了一幅作品，上面描述的正是自己与家人们初来乍到时学习临摹的场景。妻子看到画后感慨万千，以前奋斗的日子都在这幅画的牵引下全部在脑海里浮现了出来。他也用这一幅画为自己20年的临摹之路画上了一个句号。这是一部由中外合创的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，讲述了赵小勇、周永久等人从一个普通的临摹工到思想觉醒，立志成为一名原创者的故事。当勇敢地踏出这一步时，他们的人生就已经有所不同。这正是他们不断突破自我所带来的附带价值。如今社会上不乏像阿勇这样的普通人，我们虽然渺小，但却平等拥有仰望星空的权利。我们不甘平庸，我们向死而生。放眼观察，品味万物，我是阿郎，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